当我们讨论宇宙是否被设计这个问题时，我们已经默认了一个前提：我们存在，我们能够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前提看似理所当然，却包含了某种深刻的悖论。让我们仔细想想，如果宇宙没有被设计，如果一切都只是随机和偶然，那么生命出现的概率会有多低？宇宙中有数千亿个星系，每个星系有数千亿颗恒星，而每颗恒星周围可能存在行星。在这么多行星中，生命，尤其是智慧生命出现的概率，按理说应该是微乎其微的。但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无论生命出现的概率有多低，它毕竟发生了。在无数个可能的宇宙历史中，我们恰好生活在一个允许生命存在的宇宙历史中。换句话说，当我们惊叹于宇宙的恰到好处时，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本身就是那个恰到好处的最好证明。这引出了一个令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着迷的问题：宇宙的这些巧合究竟是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还是纯粹的运气使然？如果你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它触及了现代物理学、宇宙学、生物学和哲学的最前沿。我们将在接下来的文字中一起探索这个问题的各个维度。我们会从费米悖论开始，思考一个看似简单却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宇宙中应该有无数文明，为什么我们听不到任何声音？我们会走进宜居带的概念，理解为什么地球与太阳的距离恰好允许液态水的存在，而这种恰好背后又隐藏着多少精密的条件。我们会更深入到宇宙的微观结构，看看那些决定宇宙命运的物理常数，那些写在宇宙 DNA 里的神秘数字，为什么恰好是这些值，而不是其他值？我们还会回到地球，审视我们的家园如何被一系列保护机制所环绕，从木星的引力弹弓到月球的潮汐锁定，从地球的磁场到板块构造，这些看似独立的自然现象构成了一个让生命得以存续的精密系统。而最终，我们会回到那个最初的悖论：当我们在讨论巧合时，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不在宇宙中，而在我们心中。因为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存在，我们能够思考，我们能够追问，而这种追问本身，或许就是宇宙中最伟大的巧合。1950年，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在一次午餐闲聊中提出了一个简单却令人不安的问题。费米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也是第一座核反应堆的设计者。那天，他和同事们讨论着外星生命的问题，话题从星际旅行聊到文明的兴衰，从概率计算聊到技术发展的极限。突然，费米停下手中的刀叉，问了一句：“他们都在哪里？”这句话后来被称为费米悖论。要理解这个悖论的深刻之处，我们需要先做一个简单的计算：银河系中大约有1000亿到4000亿颗恒星，而宇宙中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大约有2000亿个。这意味着宇宙中的恒星总数大约是10的22次方到10的24次方。这个数字大到难以想象，
在这么多恒星中，有多少颗恒星周围存在类似地球的行星？根据开普勒太空望远镜的观测数据，科学家估计，仅在银河系中就可能有100亿颗类地行星，而宇宙的年龄是138亿年，银河系的年龄也超过了130亿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在这么多行星中，即使智慧生命出现的概率极低，理论上也应该有大量文明诞生。这些文明中，有些可能比人类早发展了数十亿年。如果他们掌握了星际旅行的技术，哪怕以光速的1/1000速度扩张，也能在几百万年内殖民整个星系。几百万年对于宇宙来说不过是眨眼的功夫，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殖民舰队，我们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外星文明的信号。我们在宇宙中发出了自己的无线电波，已经超过100年，但回应我们的只有沉默。这沉默震耳欲聋。费米悖论的表述有很多版本，但它们的内核都是一样的。如果宇宙中应该存在大量智慧文明，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任何证据？对于这个悖论，存在几种可能的解释，每一种都令人深思。第一种解释，智慧生命极其罕见。也许生命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也许在无数个类地行星中，真正能够启动生命之火的只有极少数几个。也许从简单生命到智慧生命的演化路径充满了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恐龙统治了地球1.6亿年，却从未发展出智慧。如果那颗灭绝恐龙的小行星晚来或早来100万年，地球上的智慧生物可能仍然是猿类，或者干脆是一片荒芜。在这种解释下，我们之所以看不到外星人，是因为我们真的是宇宙中的先驱者，至少在银河系这一隅，我们是孤独的。第二种解释，智慧文明无法长期存活。也许智慧本身就是一种诅咒，也许当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因为内部矛盾、资源枯竭或技术灾难而自我毁灭。核武器、气候灾难、人工智能失控，这些都是智慧文明可能面临的自我毁灭之路。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那么宇宙中可能曾经存在过无数文明，但它们都在发展到某个阶段后消失了。我们听不到它们的声音，因为它们已经不在了。第三种解释，智慧文明在刻意隐藏自己。也许外星文明知道我们的存在，但选择不打扰我们。也许他们像自然保护区里的观察员，静静地观察着地球这颗原始星球，等待我们自己发展出星际旅行的能力。也许他们认为与我们接触没有必要，或者太过危险。谁知道一个年轻的文明会如何反应？这种解释有时被称为动物园假说。想象一下，如果银河系是一个巨大的动物园，地球只是其中的一块展区，那么我们听不到外星文明的声音就完全合理了。第四种解释，我们寻找的方式不对。也许外星文明使用的通信方式与我们完全不同，也许他们不使用无线电波，而是使用我们完全无法理解的介质。也许他们早已向地球发送了信息，但我们没有能力解读，或者更极端地说，也许外星文明已经来到了地球，以我们完全无法察觉的形式存在。
每一种解释都让人既兴奋又不安。但费米悖论最深刻的地方，不在于他提出了多少种可能的答案，而在于他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一个我们很少思考的问题：我们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让我们回到本章的主题，当我们在讨论巧合时，我们在讨论什么？费米悖论的本质不在于外星人在哪里，而在于如果生命的出现需要太多恰好，那么我们本身就是那个难以置信的恰好的产物。想想看，为了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需要多少条件同时满足？需要一颗稳定的恒星，在恰当的距离上照耀着一颗岩石行星，需要这颗行星有合适的大气层、液态水、磁场保护，需要行星有足够的质量来保持大气，又不能太大以至于变成气态巨行星，需要一系列保镖，比如木星这样的气态巨行星，来拦截可能摧毁生命的小行星和彗星，需要月球的潮汐来稳定自转轴，需要恰到好处的化学元素。这份清单可以写得很长很长，每一个条件单独拿出来，看起来都像是可以解释的自然现象，但当它们同时满足时，概率就变得微乎其微。而我们就在这些微乎其微的条件下诞生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无论费米悖论的答案是什么，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不应该存在。如果宇宙是随机的，如果生命出现的概率真的是那么低，那么我们出现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但我们在这里，这个简单的事实迫使我们重新审视自己正在讨论的每一个巧合。它们不是随机事件，它们可能是生命存在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当我们存在时，我们才能讨论这些巧合。这个逻辑循环可能让你感到困惑或不安，但它确实是思考宇宙与生命关系的一个强大工具。它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而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前提。所以，当我们在讨论巧合时，我们实际上在讨论的是关于我们自己存在的根本问题：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我们是宇宙中的意外，还是某种更深层规律的必然产物？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在探索这些答案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更多关于宇宙的秘密，而这或许正是我们能够提出的最深刻的问题。让我们把目光从整个宇宙收回，聚焦到一个具体的案例：我们的太阳系。在太阳系中，有一个概念被称为宜居带。这个概念看似简单，却蕴含着宇宙运行规律的深刻智慧。什么是宜居带？宜居带是指恒星周围的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行星接收到的恒星辐射能量恰好能让水以液态形式存在。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液态水，我们目前所知的生命形式就无法存在。因此，宜居带通常也被称为液态水带。计算宜居带的位置并不复杂，只需要知道恒星的光度，就能通过物理公式推导出液态水能够存在的距离范围。对于太阳这样的恒星，宜居带大约位于地球轨道的位置，距太阳 0.95 到 1.37 个天文单位之间。一个天文单位是地球到太阳的平均距离，大约 1.5 亿公里。地球
恰好位于这个宜居带的中心，但这简单的距离背后是一系列令人惊叹的精密条件。让我们看看太阳系中与地球相邻的2颗行星金星和火星。金星位于宜居带的内侧边缘，距离太阳约 0.72 个天文单位。按理说，它应该比地球热一些，但不至于太热。金星的半径、质量、重力都和地球非常相似，以至于它常被称为地球的姐妹星。但金星的表面温度高达465摄氏度，足以融化铅。为什么？因为金星的温室效应失控了。金星的大气层比地球浓密得多，其中 96% 是二氧化碳。这种气体就像一床厚重的被子，阻止了热量散逸到太空中。阳光穿透金星的云层，加热了表面，然后以红外辐射的形式试图逃向太空。但这些红外辐射被二氧化碳分子吸收，再次加热大气层，如此循环往复，温度不断攀升。结果是，金星从一颗可能曾经拥有海洋和液态水的行星，变成了一个人间炼狱。所有的水都蒸发了，进入了大气层，然后被太阳风剥离，逃逸到了太空中。而火星位于宜居带的外侧边缘，距离太阳约 1.52 个天文单位。按理说，它也应该有液态水存在，但火星的表面平均温度只有零下60摄氏度。为什么？因为火星太小了，火星的质量只有地球的 11%， 体积只有地球的 15%。这么小的质量意味着它无法保持浓密的大气层。没有大气层的保温作用，火星表面在阳光直射时可以温暖，但夜间会急剧降温，温差可达100度以上。更糟糕的是，较小的质量也意味着较弱的磁场。没有磁场的保护，太阳风可以长驱直入，逐渐剥离火星的大气层。几十亿年前，火星可能确实有液态水和浓密的大气层，但现在它只剩下稀薄的大气、冰冷的地表和一个死寂的过去。地球恰好站在这2颗地狱星球之间。如果地球的轨道稍微向内偏移一点，比如和水星一样，距离太阳 0.39 个天文单位，地球就会重蹈金星的覆辙。海洋会沸腾，大气会失控，温室效应会把地球变成另一个炼狱。如果地球的轨道稍微向外偏移一点，比如和火星一样，距离太阳 1.5 个天文单位，地球就会逐渐冻结，海洋会结冰，大气会沉降，气候会变得像火星一样荒凉，地球就坐落在宜居带的甜蜜点上，恰到好处。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宜居带的位置不仅取决于恒星的光度，还取决于行星本身的条件。一颗行星的大气成分决定了它能吸收多少热量，反射多少阳光。地球的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水蒸气、甲烷等温室气体恰好形成了完美的保温层，让地球的平均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左右，适合液态水存在，也适合生命繁衍。一颗行星的自转速度决定了它接受太阳能量的分布方式。自转太快，昼夜交替过于频繁，气候难以稳定；自转太慢，一面永远是白昼，另一面永远是黑夜，温差会极端化。地球自转一周需要24小时，
这个速度恰好让昼夜温差不会太大，又能让气候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一颗行星是否有卫星，也影响了它在宜居带中的位置。月球的引力稳定了地球的自转轴，让地球的季节变化稳定可预测。如果没有月球，地球的自转轴可能会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剧烈摆动，导致气候巨变，生命难以适应。这意味着刚好不是一个孤立条件，而是一个系统性的恰好。每一个因素都在影响其他因素，每一个条件都在与其他条件相互作用，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让生命得以存续的复杂系统，而我们就生活在这个系统的甜蜜点上。现在，让我们做一个思维实验，想象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厨房，恒星是炉子，行星是锅里的食材，宜居带就是炉火恰到好处的那个位置，既不会把食材烧焦，也不会让它半生不熟。但要把一道菜做好，光有恰到好处的温度是不够的，你还需要合适的食材、合适的锅、合适的调味品，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恰到好处，才能做出一道佳肴。地球就是那道恰好被做好的佳肴，而我们就是那道佳肴的品尝者。思考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对宇宙产生盲目的敬畏，相反，它让我们更加珍惜脚下这颗蓝色星球。在这个浩瀚的宇宙中，在数千亿个星系、数万亿颗恒星中，能够让生命存在的甜蜜点，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稀少。每一颗类似地球的行星都是宇宙中的一次奇迹，而我们就是这个奇迹的见证者和受益者。我们已经讨论了宜居带，讨论了地球在太阳系中的恰到好处位置，但仅仅有合适的位置和温度，还不足以让生命诞生。生命的存在还需要更基本的东西，物质。构成生命体的每一个原子，从最简单的氢到最复杂的重金属，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被制造出来。而这个制造过程跨越了宇宙的整个历史。让我们从元素周期表开始。自然界中存在92种天然元素，从氢到铀，它们构成了宇宙中一切物质的基础，包括生命。但这些元素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出人意料，它们大部分来自恒星的熔炉。故事要从138亿年前说起。宇宙诞生于一场大爆炸，在最初的瞬间，宇宙中只有纯能量。随着宇宙膨胀和冷却，能量开始转化为物质。最先出现的物质是最基本的粒子、夸克、电子、光子。在大爆炸后的几分钟内，宇宙温度仍然极高，粒子之间的碰撞极其频繁。在这段时间里，通过一种叫做原初核合成的过程，宇宙合成了最轻的元素氢和氦。氢是最简单的原子，只有一个质子；氦稍复杂，有2个质子和2个中子。大约90%的普通物质是氢，10%是氦，其他元素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宇宙的原始配方，但这个配方太简单了，用它来做饭，顶多只能煮一碗清水挂面。要做出一道丰盛的满汉全席，还需要更多更复杂的食材。这些更复杂的食材是恒星在数十亿年的生命历程中锻造出来的。恒星的核心是一个巨大的核聚变反应炉，
在超高温、超高压的环境下，氢原子被挤压在一起，融合成氦原子，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就是太阳发光发热的原理。但恒星不会永远燃烧氢，当核心的氢燃烧殆尽后，恒星会开始燃烧更重的元素，氦会聚变成碳，碳会聚变成氧，氧会聚变成硅，硅会最终聚变成铁。每一步聚变都释放出能量，让恒星继续发光发热。但这个过程有一个致命的限制，铁是聚变反应的终点。铁原子核的结合能是所有元素中最高的。一旦铁核形成，继续聚变，不但不会释放能量，反而需要吸收能量。因此，当恒星的核心完全变成铁时，核聚变反应就停止了。恒星失去了对抗引力的能量来源，开始不可逆转的坍缩。对于像太阳这样质量的恒星，坍缩会引发一场剧烈的爆炸，将外层物质抛向太空，这就是新星或行星状星云。而对于更大质量的恒星，坍缩会更加剧烈，形成超新星爆发。超新星爆发是宇宙中最剧烈的事件之一，在短短几秒钟内，恒星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太阳一生释放的总能量。正是这种剧烈的爆发，将恒星一生中锻造的所有元素碳、氧、硅、铁抛向宇宙空间，它们与星际气体混合，成为下一代恒星和行星的原材料。但故事还没有结束，对于更重的元素，比如金、银、铂等重金属，需要更极端的条件才能形成。科学家认为，这些元素主要形成于中子星合并事件。当两颗中子星超新星爆发后留下的致密残骸相互绕转并最终合并时，会产生剧烈的爆炸，合成最重的元素。2017年，人类首次探测到两颗中子星合并产生的引力波，并观测到随之而来的铅新星爆发。分析其光谱，发现了大量的重金属元素，这证实了理论预测。现在，让我们把这些信息拼凑在一起。我们身体中的碳原子可能来自一颗数十亿年前死亡的恒星，在那颗恒星的核心，碳原子被锻造出来，然后在超新星爆发中被抛向太空。它们在星际空间中漂浮了亿万年，最终聚集在形成太阳系的原始星云中。然后，它们成为了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了你的身体的一部分。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你吸入的每一个氧原子，你喝下的每一滴水中的氢原子，你骨骼中的钙原子，你血液中的铁原子身上。它们都有一段跨越100亿年的旅程。用天文学家卡尔萨根的话说，我们都是星辰。但这个故事还有一个更深的层面。宇宙大爆炸只产生了氢和氦，要构建像碳、氧、铁这样对生命至关重要的元素，需要好几代恒星的生命周期。碳是生命的基础，有机化学骨架，氧参与呼吸作用和新陈代谢，铁是血红蛋白的核心成分，磷构成了 DNA 和 ATP 的骨架，硫是蛋白质的重要组成。这些元素对生命来说缺一不可，但它们的锻造需要时间。第一代恒星形成于大爆炸后约1亿年，它们主要由氢和氦组成，质量巨大，燃烧迅速，
在几百万年内就会死亡。它们锻造出第一批碳、氧等重元素，并将它们抛向太空。第二代恒星形成于第一代恒星的残骸中，它们含有少量更重的元素，但仍然以氢燃烧为主。在它们死亡时，产生了更多的重元素。第三代恒星就像我们的太阳，形成于前两代恒星的残骸中，它们含有足够丰富的元素，能够形成岩石、行星和生命必需的有机分子。从大爆炸到太阳系形成，经历了约92亿年。这段时间足够让宇宙中的物质经历好几代恒星的加工，积累起构建生命所需的全部元素。宇宙用了整整2代恒星的时间，才准备好构建生命所需的全部材料。这意味着，我们 DNA 中的每一个原子，都是一场跨越100亿年的巧合的产物。这不是比喻，这是字面意义上的事实。现在，让我们回顾这一章的主题：生命需要的一切散落在宇宙角落的拼图碎片。每一块碎片，每一个原子，每一个元素，都必须在恰当的条件下，在恰当的时间，被恰当的机器锻造出来。它们必须被超新星抛向太空，必须在星际空间中旅行，必须聚集在恰当的位置，必须被一颗新生的恒星和行星捕获。这个过程的每一步都有无数种可能出错的方式，但不知为何，它成功了。我们在这里呼吸着数十亿年前恒星锻造的原子，思考着关于我们存在的根本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我们已经讨论了宜居带，讨论了构成生命的元素来源。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宇宙的开端，那个被称为大爆炸的时刻。大爆炸是现代宇宙学的主流理论。他认为，宇宙起源于一个极高温度、极高密度的起点，然后经历了一场持续至今的膨胀和冷却过程。这个理论得到了大量观测证据的支持。宇宙膨胀、哈勃定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元素丰度，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自洽的宇宙演化图景。但大爆炸本身也充满了令人费解的巧合，让我们从物质与反物质的失衡开始。在宇宙诞生的最初瞬间，能量转化为物质，但根据物理学的对称性原理，物质和反物质应该同时产生，数量相等。电子带负电荷，反电子带正电荷，质子带正电荷，反质子带负电荷。它们像是一对双胞胎，同时诞生，数量相等。当物质和反物质相遇时，它们会发生湮灭，释放出能量。理论上，宇宙中的每一个粒子都应该有一个对应的反粒子，它们相遇、湮灭，最终什么都没有留下。但我们存在，我们由物质构成，而不是反物质。这意味着，在宇宙早期，物质和反物质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失衡。每10亿个物质，反物质对中，物质多了那么一个。正是这多出来的10亿分之一的物质，构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宇宙中的所有星系、恒星、行星以及我们自己。但为什么会有这种失衡？物理学家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一种被称为电弱相互作用中的 CP 破坏。在特定的条件下，自然界的对称性可能会被轻微打破，
导致物质和反物质的演化轨迹出现微小差异。另一种解释是，在宇宙极早期，可能存在某种未知的物理过程，主动创造了物质、反物质的失衡，但目前这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如果正物质和反物质的数量有哪怕10亿分之一的偏差，宇宙会在最初的膨胀中完全湮灭，什么都不会留下。我们今天存在的宇宙是一个近乎完美失衡的产物，这个失衡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但大爆炸的巧合还不止于此，让我们谈谈宇宙的均匀性。当你抬头看向宇宙的不同方向时，你会发现宇宙在大尺度上极其均匀。无论你往哪个方向看，物质的分布、温度的起伏都惊人的相似。这种均匀性从宇宙的一端到另一端跨越了数百亿光年的距离，但这在逻辑上很奇怪。想象一下，宇宙的膨胀就像是一个气球被吹大。在宇宙早期，不同区域的宇宙之间应该缺乏联系。如果它们没有联系，它们的性质为什么会如此相似？用一个比喻，想象2个人分别站在地球的两端，他们互不认识，却独立地得出了完全相同的结论，这可能吗？只有在他们有某种方式交流的情况下才说得通。但在宇宙早期，不同区域之间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信息交流，他们怎么会商量好拥有相同的性质？这个问题被称为世界问题，它是早期宇宙学的一大难题。然后在1980年代，物理学家阿兰·古斯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暴胀理论。暴胀理论认为，在大爆炸后的极早期，大约10的-36次方秒到10的-32次方秒之间，宇宙经历了一次超光速膨胀。在短短的一瞬间，宇宙的体积增大了至少10的78次方倍。这个膨胀速率远远超过了光速。当然，这并不违反相对论，因为空间本身的膨胀不受光速限制。暴胀理论解决世界问题的方式很巧妙。在暴胀之前，整个可观测宇宙可能只是一个小而均匀的区域，然后这个区域急剧膨胀，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整个宇宙。因为它来自一个曾经相互接触的原始区域，所以各处的性质自然相同。但暴胀理论本身引入了一个新的巧合：暴胀的强度和持续时间必须恰到好处。如果暴胀太强，宇宙会膨胀过快，物质被稀释到几乎不存在；如果暴胀太弱，宇宙会过早进入正常的膨胀阶段，世界问题无法解决。如果暴胀持续时间太长或太短，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换句话说，暴胀必须在恰当的时刻，以恰当的强度发生。物理学家一直在思考，是什么触发了暴胀？暴胀为什么会以恰当的强度发生？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一种可能是，暴胀是由一种被称为暴胀子的量子场所驱动的。这个场的势能曲线可能恰好有一个平台区，允许宇宙在暴胀状态中停留足够长的时间。另一种可能是，暴胀不是一次性的事件，在宇宙的不同区域，暴胀可能反复发生，每一次都产生一个口袋宇宙。我们所在的宇宙
只是无数个口袋宇宙中的一个，而在每一个口袋宇宙中，暴胀的强度可能略有不同。如果后一种图景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宇宙之所以看起来如此恰到好处，仅仅是因为我们恰好生活在一个允许生命存在的口袋宇宙中，这就是所谓的多重宇宙图景。但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今天存在的宇宙是暴胀刚好以恰当方式发生的产物。如果暴胀的强度有任何偏差，我们可能不会在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宇宙的第一道恰好就这样在138亿年前被设定了，它决定了宇宙的基本结构、基本成分、基本规律，而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诞生了。在上一段文字中，我们初步介绍了暴胀理论，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这个理论以及它揭示的宇宙恰好。暴胀理论是现代宇宙学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它不仅解决了世界问题，还解释了宇宙的大尺度结构、物质分布的不均匀性，甚至可能与量子引力的某些方面有关。但暴胀理论最引人深思的地方在于它揭示的巧合本质，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暴胀过程。暴胀的核心思想是，在大爆炸后的极早期，宇宙经历了一次指数级的膨胀，在短短的10⁻32次方秒内，宇宙的尺度增大了至少10⁻78次方倍。这个数字很难直观理解，让我们做一个比喻，想象一粒沙子大小约0.5毫米，在暴胀期间，这粒沙子会膨胀到比可观测宇宙还大。可观测宇宙的直径大约是930亿光年，这意味着在暴胀期间，宇宙膨胀的倍数大约相当于把一粒沙子变成一个比银河系还大10000亿倍的区域。这种膨胀是指数级的，前一秒宇宙还是原子核大小，下一秒它就比整个太阳系还大。但暴胀不是无限持续的，它必须在恰当的时刻停止。如果暴胀持续太久，宇宙会变得过于稀薄，物质和能量被稀释到几乎不存在。如果暴胀提前结束，宇宙可能还没有达到足够的均匀性，世界问题依然存在。暴胀的结束被称为再加热阶段。在这一阶段，暴胀场的能量转化为普通物质和辐射，重新填充了宇宙。这标志着正常宇宙膨胀的开始，也就是我们今天观察到的宇宙膨胀。问题是，暴胀为什么会恰好在恰当的时刻停止？一种解释是，暴胀场有一种势能曲线，类似山坡。暴胀子驱动暴胀的量子场最初位于势能曲线的顶端，缓慢滚动。在这个阶段，它的势能主导着宇宙的能量密度，导致宇宙加速膨胀。但随着暴胀子滚动到势能曲线的底部，暴胀场的能量被释放出来，转化为普通物质和辐射。暴胀停止，正常的宇宙膨胀开始。暴胀子为什么会恰好停在恰当的位置？这可能与暴胀场的初始条件有关，也可能涉及更深层次的物理学原理。物理学家提出了许多暴胀模型，每一个都预测了略微不同的暴胀行为，但究竟哪一个模型是正确的，还需要观测来验证。暴胀理论的一个重要预言与宇宙的均匀性有关。如果暴胀是真实的，
那么在暴胀之前，宇宙应该是完全均匀的，但在暴胀过程中，量子涨落被拉伸到宏观尺度，成为宇宙中物质分布的不均匀性。这些原初的不均匀性成为了后来星系形成的种子。在引力的作用下，密度稍高的区域开始吸引周围的物质，逐渐形成了星系团、星系、恒星。换句话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宇宙结构、星系、星系团、宇宙网络，都可以追溯到暴胀期间的量子涨落。这是多么惊人的联系！宇宙中最大的结构与最小的量子世界通过暴胀紧密相连。暴胀理论的另一个预言涉及宇宙的平坦性。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宇宙的空间曲率可以是正的类似球面，负的类似马鞍面或零平坦。有趣的是，宇宙似乎非常接近平坦。暴胀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宇宙如此平坦。在暴胀期间，空间被剧烈拉伸，任何初始曲率都被稀释到几乎为零，就像吹气球一样。当气球足够大时，球面的曲率就变得难以察觉。暴胀预测宇宙的空间曲率应该非常接近零。目前的观测数据证实了这一预测。在可观测的精度内，宇宙是平坦的，但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巧合：暴胀的强度与宇宙的空间曲率有关。如果暴胀太强，宇宙会变得非常平坦；如果暴胀太弱，宇宙可能保留一些初始曲率。我们观测到的平坦宇宙要求暴胀的强度在某个特定的范围内。换句话说，暴胀的强度恰好使得宇宙变得平坦，但又不至于平坦到无法形成结构。这听起来像是又一次恰好，但我们应该谨慎对待这种结论。暴胀理论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不知道暴胀场的精确性质，不知道触发暴胀的机制，甚至不确定暴胀是否真的发生过。尽管如此，暴胀理论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解释了许多观测事实，比如宇宙的均匀性、平坦性和大尺度结构。它还预测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精确性质，这些预测已经被实验证实。暴胀理论让我们意识到，宇宙的许多性质可能不是在宇宙诞生之初就被设定好的，而是在暴胀期间被塑造的。暴胀就像是宇宙的初始化阶段，在这个阶段，宇宙的许多基本参数被调整到恰当的值，为后续的演化奠定了基础。但究竟是谁或什么调整了这些参数，这仍然是物理学最深奥的问题之一。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提问方式，也许这些参数不需要被调整，它们只是暴胀场自然演化的结果。也许我们不应该问为什么宇宙如此精确，而应该问为什么会存在这样一个允许精确宇宙的物理定律。但这个问题可能超出了科学的范畴，至少在目前是这样。无论如何，暴胀理论让我们看到了宇宙演化的一个迷人阶段。它提醒我们，宇宙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不断演化，不断调整自己，而我们就是这个演化过程的产物。我们已经讨论了宇宙的暴胀，讨论了宇宙如何从一个小点膨胀成今天的样子，但宇宙的故事远比这复杂。让我们谈谈暗物质
这个宇宙学中最神秘的存在之一。暗物质是什么？简单来说，暗物质是一种不发光、不吸收光，也不反射光的物质，它不与电磁力相互作用，因此无法被任何常规手段直接观测到。但暗物质通过引力与其他物质相互作用，它感受引力，也产生引力。正是通过这种引力效应，科学家推断出暗物质的存在。最著名的证据来自星系旋转曲线。在正常情况下，离星系中心较远的恒星应该受到较弱的引力，因此旋转速度应该较慢。这类似于太阳系中行星离太阳越远，轨道速度越慢。但观测结果令人惊讶，恒星的旋转速度并不像预期那样随距离减小，而是几乎保持恒定。这意味着有某种看不见的质量在为这些外围恒星提供额外的引力。计算表明，如果银河系中只有可见物质，那么外围恒星的旋转速度应该低得多。但观测到的速度要求，银河系的质量必须比可见物质大5到6倍。换句话说，银河系中大约84%的物质是暗物质。这个数字令人震惊，它意味着每当你抬头看到银河系的璀璨星光，你其实只看到了宇宙冰山的一角。大部分的质量以看不见的形式存在，构成了星系的脚手架。暗物质不仅存在于银河系，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它都在发挥着类似的作用。如果没有暗物质，银河系会在旋转中分崩离析，星系中的恒星、气体和尘埃主要依靠暗物质晕的引力束缚在一起。没有这个看不见的脚手架，星系根本无法维持其结构。但暗物质也不能太多，如果暗物质太多，它会提供过强的引力，导致所有物质过早聚集，形成过量的超大质量黑洞。恒星的形成也会受到影响，星系的演化轨迹会完全不同。换句话说，暗物质的数量必须恰到好处，既足够多以维持星系结构，又不至于多到扰乱正常的星系演化。更令人困惑的是，暗物质与可见物质的比例在宇宙各处几乎相同。无论你看向哪个方向，无论观测哪个星系，暗物质与可见物质的比例都大致相同。这个比例大约是5:1。这种均匀性意味着，在宇宙早期某个时刻，暗物质和可见物质的比例就被设定好了。从那时起，这个比例基本保持不变。但这个设定是由什么决定的？为什么恰好是这个比例，而不是其他值？这些问题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暗物质还有另一个令人困惑的特性，它在宇宙中的分布与可见物质高度相关。暗物质形成了宇宙的大尺度结构，所谓的宇宙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暗物质聚集在纤维状结构和节点上，形成巨大的暗物质晕。星系则形成在这些暗物质结构的交叉点或边缘。换句话说，星系生活在暗物质的结构上，暗物质提供了引力示警，可见物质落入其中，形成了我们可以观测到的发光结构。这种阴和阳的关系让人不禁思考，暗物质和可见物质是如何协调彼此的演化轨迹的。一种可能性是，暗物质和可见物质
确实以某种方式对话。也许存在我们尚未发现的暗相互作用，允许暗物质与可见物质交换信息。另一种可能性是，暗物质和可见物质的演化是独立的，只是碰巧走向了同一条路。但如果是这样，它们之间的相关性就很难解释了。还有一种更激进的观点，也许暗物质并不存在。所谓的暗物质效应，实际上是我们对引力理论理解不完整的表现，这就是所谓的修正引力理论。这些理论认为，在大尺度上，引力的行为与爱因斯坦的预测略有不同，因此不需要暗物质来解释星系旋转曲线。但这些理论面临挑战，它们难以同时解释所有的观测事实，比如引力透镜效应和星系团的质量分布。目前，暗物质仍然是最被接受的解释，尽管我们不知道暗物质究竟是什么，但大量证据表明它确实存在，而且数量惊人。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正在寻找暗物质粒子，地下探测实验正在试图捕捉暗物质与普通物质的罕见碰撞，太空望远镜正在观测暗物质在宇宙中的分布。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揭开暗物质的神秘面纱，但无论如何，暗物质的存在本身就是宇宙恰好的又一个例证。没有暗物质，银河系不会存在；银河系不存在，太阳系不会存在；太阳系不存在，地球不会存在；地球不存在，我们不会存在。暗物质这个看不见的脚手架，默默地支撑着宇宙的结构，而我们就站在这个看不见的脚手架上。让我们退后一步，从更宏观的视角审视宇宙。当你想象宇宙时，你会想到什么？闪烁的星星，旋转的星系，还是无边无际的黑暗？现代宇宙学告诉我们，宇宙的真实结构比这些简单的想象要复杂得多，也美丽得多。宇宙中，星系并非均匀散布，它们形成了一种被称为宇宙网络的宏大结构。这是一张跨越数百亿光年的三维网格。在这张网络中，星系聚集在纤维状结构上，这些纤维长达数亿光年，宽度却只有几千万光年。它们像是宇宙中的高速公路，物质沿着它们流动。纤维的交汇处是巨大的星系团，这是宇宙中引力束缚的最大结构，包含了成百上千个星系，总质量可达太阳质量的1000万亿倍。而在纤维之间是几乎空无一物的虚空，这些虚空直径可达数亿光年，内部只有极少的气体和尘埃，有时甚至连暗物质都很少。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虚空占据了宇宙体积的60%以上。换句话说，宇宙的大部分空间实际上是空的。这个发现本身就令人费解。在一个引力主导的宇宙中，为什么物质会主动聚集，而不是均匀分布？答案与宇宙的演化历史有关。宇宙诞生之初，物质和能量分布大致均匀，但这种均匀不是完美的，在某些地方密度略高，在另一些地方密度略低。这些微小的不均匀性可能来自暴胀期间的量子涨落。在引力的作用下，密度稍高的区域开始吸引周围的物质，逐渐变得更高。这种正反馈机制
被称为不稳定性增长。随着时间推移，最初微小的扰动逐渐放大成今天看到的宇宙网络。但这个过程并不简单，它涉及引力、暗物质、宇宙膨胀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如果宇宙膨胀太快，物质没有足够的时间聚集，宇宙会保持均匀状态；如果引力太强，物质会过早坍缩，形成过多的黑洞和超大结构。只有在膨胀和引力恰好平衡的情况下，才能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宇宙网络。这种平衡在宇宙演化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在宇宙早期，暗物质晕开始形成，这些晕是暗物质的团块，为可见物质的聚集提供了种子。随着时间推移，暗物质晕合并增大，形成更大的结构。在暗物质晕的引力示景中，气体开始聚集。当气体密度足够高时，恒星诞生了。第一批恒星照亮了宇宙，点亮了黑暗的时代。随后，星系形成，较小的星系合并成较大的星系，较大星系之间形成引力束缚的星系群和星系团。这些群和团沿着暗物质纤维分布，形成了宇宙网络的节点。这个过程持续了数十亿年，即使在今天，宇宙网络仍在演化，纤维在吸引物质，虚空在继续扩大，星系在沿着高速公路流动。宇宙网络的形成要求引力、暗物质和膨胀之间的精确配合，每一个参数都必须恰到好处，才能产生我们观察到的结构。如果暴胀强度稍有不同，原初的不均匀性尺度会不同，宇宙网络的特征尺寸也会不同。如果暗物质与可见物质的比例不同，星系形成的效率也会改变。如果宇宙膨胀速率不同，结构形成的时间线也会不同。我们的宇宙是这三种力量刚好平衡的产物。宇宙网络的结构可以用数学中的分形来描述。在不同的尺度上，宇宙呈现出相似的图案，纤维套纤维，虚空套虚空。这种自相似性暗示着宇宙演化过程中存在某种标度不变性。也许这种自相似性不是巧合，而是宇宙演化基本规律的体现。当我们凝视宇宙网络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物质分布的几何图案，更是宇宙历史的年轮。每一个纤维，每一个节点，每一个虚空，都是数十亿年演化的结果，而我们就生活在这个网络的某个节点上。银河系，一个中等大小的棒旋星系，位于宇宙网络的一条纤维上。从更大的尺度看，银河系只是无数星系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员，但在人类看来，它是我们的家园，承载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宇宙网络的美丽不仅在于它的宏大，更在于它的秩序。从看似混沌的初始条件中，通过引力和暗物质的共同作用，涌现出了高度有序的结构。这种从混沌到秩序的涌现，是宇宙演化的一个基本主题。也许，生命的出现也是这种涌现的一部分。从无序的化学反应中涌现出了有序的生命有机体，从简单的生命形式中涌现出了智慧和意识。宇宙似乎有一种创造秩序的倾向，尽管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孤立系统总是趋向无序熵增，
但在开放系统中，秩序可以涌现，生命就是这种涌现的最佳例证。而宇宙的结构，这张跨越数百亿光年的网络，可能就是生命涌现的背景舞台。我们已经讨论了宇宙的暴胀、暗物质和宏观结构，现在让我们深入到更深层次，那些决定宇宙命运的物理常数。什么是物理常数？物理常数是自然界中一些基本的不变的数值，它们不是由方程推导出来的，而是需要通过实验测量得到。这些常数包括万有引力常数、普朗克常数、光速、电子电荷、质子质量，它们共同构成了物理定律的基因。正是这些常数决定了宇宙的基本性质。引力常数决定了引力有多强，如果它稍微大一点儿，物质会更容易聚集，恒星会燃烧更快，星系会更快形成，但星系结构可能更小，恒星之间的平均距离会更近。如果引力常数稍微小一点儿，物质聚集会更困难，宇宙可能永远保持均匀状态，不会形成任何结构，恒星、星系都不会存在。光速设定了宇宙中信息传递的最大速度，这个数值是每秒2997.92458米，一个看起来毫无意义的数字，但它是宇宙的基本极限。如果光速稍微大一点，电磁相互作用会更强，原子结构会改变。如果光速稍微小一点，化学反应会变慢，生命的时间尺度会完全不同。普朗克常数是量子力学的基本常数，它决定了微观世界的不确定性有多大。这个常数与原子的大小、原子的稳定性、物质的基本结构密切相关。如果普朗克常数稍微不同，原子的大小会改变，化学元素的行为会完全不同。也许生命的化学基础会受到严重影响。现在让我们聚焦一个特别重要的常数——精细结构常数。精细结构常数是一个无量纲常数，大约等于137/1。它描述了电磁相互作用的强度，是电子在原子核周围运动速度与光速之比的平方。这个常数大约是0.007297，约等于137/1，但它的重要性远超过这个数字本身。精细结构常数决定了原子如何结合成分子，决定了化学反应如何进行，决定了物质的基本光学性质。如果这个常数改变，化学本身就会改变。物理学家维克多·亨伯斯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如果精细结构常数改变4%，碳就无法在恒星中稳定产生。碳是生命的基石，我们 DNA 中的遗传信息由碳骨架承载，我们的蛋白质、脂肪、糖类都含有碳。碳的稳定性对生命至关重要，而碳的稳定性取决于精细结构常数的精确值。如果这个常数稍微大一点，碳原子核可能无法保持稳定，两颗氦原子聚变成碳的过程可能无法发生。如果这个常数稍微小一点，碳原子可能更容易衰变，无法作为生命的化学基础。我们的存在依赖于精细结构常数的精确值，精确到小数点后4位。但为什么是这些值？为什么精细结构常数恰好是137/1，而不是其他数字？这是一个让物理学家困惑了近1个世纪的问题。
一种可能性是，这些常数是被设定的，宇宙的创造者或某种超越性的力量选择了这些数值，使得宇宙能够产生生命。另一种可能性是，这些常数不是真正基本的，它们可能从更深层的理论中推导出来。如果我们有了一个万物理论，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常数恰好是这些值。超弦理论是万物理论的候选者之一，他认为宇宙的基本构成不是点粒子，而是一维的弦。这些弦在10维或11维空间中振动，它们的振动模式决定了粒子的性质。如果超弦理论是正确的，那么物理常数可能由额外维度的几何形状决定，这些维度的卷曲方式决定了常数的大小。但目前，超弦理论还没有得到实验验证，它仍然是理论物理学家的数学游戏，而不是经过证实的宇宙真理。还有一种可能性，我们的常数不是唯一的。在暴胀理论的一个版本中，宇宙的不同区域可能有不同的物理常数，每一个口袋宇宙可能有自己的常数组合。在无数个口袋宇宙中，大多数可能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存在，只有常数恰好的少数宇宙才能产生生命。这就是多重宇宙假说。如果多重宇宙是真的，那么我们的恰好就不是奇迹，而是一种统计必然。在无数个常数组合中，总会有一些恰好允许生命存在，而我们恰好是其中之一。但这个解释也有问题，它似乎把问题推到了更高的层面。如果存在无数个宇宙，它们的存在本身难道不需要解释吗？无论如何，物理常数的问题仍然是物理学最深奥的谜题之一。也许这个问题的答案超出了科学的范畴，也许为什么是错误的问题，常数只是他们所示，我们不应该期待更深层的解释。也许理解宇宙不需要解释宇宙，但作为有意识的生命，我们忍不住要问这些问题。也许这种追问本身就是宇宙的奇迹之一。我们已经从宇宙的宏观尺度讨论了暴胀、暗物质和物理常数，现在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太阳系，我们自己的家园。太阳系是一个精密的行星系统，在8大行星中，地球是最独特的，至少在我们已知的范围内，它是唯一支持生命的星球。但地球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它位于宜居带，还在于它的保镖木星和土星。木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行星，它的质量是所有其他行星质量总和的2倍半，体积可以容纳1300个地球。土星是太阳系中第2大的行星，以其壮丽的环系统闻名，它的质量是地球的95倍。这2颗气态巨行星位于地球轨道的外侧，大约在5到10个天文单位之外。它们的巨大质量产生了强大的引力场，正是这种引力场成为了地球的守护神。太阳系中，小行星和彗星是常见的游客，它们在太空中游荡，偶尔会偏离轨道，撞向内太阳系的行星。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这些撞击会对地球造成灾难性的后果。6500万年前，一颗直径约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了恐龙和大量物种的灭绝。但木星和土星的引力可以改变小行星和彗星的轨道，
当一颗彗星从太阳系边缘飞向内太阳系时，它可能会经过木星附近，木星的巨大引力会拽住它，要么把它弹射出去，甩到太阳系外部，要么把它吞噬，让它坠入木星大气层。这种引力弹弓效应像是一个巨大的弹球游戏。木星和土星是弹球机上的两个大挡板，不断将可能威胁地球的小天体弹走或捕获。统计模拟显示，没有木星的引力保护，地球被大型小行星撞击的概率会增加1000倍。1000倍，这个数字意味着地球遭受毁灭性撞击的频率会提高3个数量级。在这种情况下，地球被撞击后恢复的时间会大大缩短，复杂生命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演化，因为每隔几百万年就会有一次大灭绝事件，清空生态系统。这就好比一个花园不断被洪水冲刷，在正常情况下，花园有时间恢复生长，但如果洪水频率增加1000倍，花园可能永远无法形成稳定的生态系统。木星的保护作用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木星的轨道周期公转一周约为12年。在漫长的演化历史中，木星的引力作用清空了它轨道附近的区域，形成了小行星带。这个带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过滤器。木星在过去的数十亿年里，将大部分可能进入内太阳系的小天体捕获或弹射。土星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尽管它的影响范围较小。这意味着，在太阳系形成之初，远在地球诞生之前，木星的质量和位置就已经被恰好设定为保护地球的屏障。这是一场跨越几十亿年的因果链。没有早期的太阳系动力学，没有木星和土星的轨道配置，就不会有地球今天的相对安全。这种保护机制让我们思考，地球的存在需要多少条件的配合。木星的位置必须恰当，太近会干扰地球轨道，太远无法有效保护。木星的质量必须足够大，太小无法产生足够的引力效应，太大会扰动小行星带，产生过多的小天体碎片。木星的轨道偏心率、椭圆程度也必须恰当，偏心率太大会导致不稳定的引力干扰，偏心率太小可能无法有效清空小天体。所有这些参数必须同时满足，才能让木星成为地球的有效保护者。而木星和土星之间的轨道共振，土星每绕太阳2周，木星大约绕5周，进一步加强了它们对内太阳系的保护作用。这种共振被称为拉格朗日点稳定，为地球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全的轨道环境。在太阳系中，气态巨行星通常被认为是混乱的因素，它们的引力相互作用可能导致行星轨道的长期不稳定。许多系外行星系统就没有类似的保护机制，行星经常被抛出系统或坠入恒星。但我们的太阳系恰好拥有稳定的气态巨行星配置，为地球提供了数十亿年的相对安宁。这不是必然，这是运气，也许，但无论原因是什么，我们都是这个幸运配置的受益者。下一次，当你仰望夜空，看到木星的光芒时，请记住，这颗巨大的行星可能是地球生命得以延续的原因之一。我们已经讨论了木星和土星的保护作用，现在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另一个重要的天体——月球。月球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在太阳系中，它是相对于行星体积最大的卫星。月球的直径是地球直径的1/4，质量是地球的81%，这个比例是非常不寻常的。太阳系中大多数行星的卫星要么小得多，要么根本没有。地球、月球系统更像是双行星，而非行星卫星系统。月球的存在本身就很不寻常，它的起源至今仍是科学谜题之一。目前最被接受的理论是巨型撞击假说。这个理论认为，在地球形成后不久，约45亿年前，一颗火星大小的原始行星被称为推伊亚撞击了原始地球。这次撞击将大量物质抛入太空，这些物质最终聚集形成了月球。这个假说解释了月球的许多特性，它的化学成分与地球地幔相似，但铁含量较低。它的密度比地球低，它缺少挥发性元素。但即使是这个理论，也依赖于一系列恰好推伊亚必须以恰当的角度和速度撞击地球。撞击太轻，月球无法形成；撞击太重，地球可能无法存活。无论如何，月球的存在深刻地影响了地球的演化，也影响了生命的诞生。月球对地球最直接的影响是潮汐。月球的引力在地球上拉扯海水，形成潮汐隆起。当地球自转时，这个隆起会略微领先于月球，形成一种延迟效应。这种潮汐摩擦让地球自转逐渐减慢。在恐龙时代，一天只有约23小时；在寒武纪约5亿年前，一天只有约21小时。在遥远的未来，一天会变得更长。潮汐还影响了海洋的混合，海水在海岸线来回冲刷，混合了营养物质和氧气，促进了海洋生态系统的活力。一些科学家认为，这种周期性的按摩可能促进了原始生命的演化。潮汐创造了潮汐带，介于海洋和陆地之间的过渡区域，这里环境多变，温度、盐度、氧气都在不断变化。生命似乎喜欢这种变化的环境，正是在潮汐带和其他边缘环境中，生命往往最为繁盛。潮汐带的生物多样性往往高于单纯的海洋或陆地。也许原始生命就是在这种周期性变化的环境中找到了演化的动力。但月球对地球最重要的影响不是潮汐，而是对自转轴的稳定。地球自转轴相对于轨道平面的倾角是23.5度，正是这个倾角产生了季节变化。北半球倾向太阳时是夏季，远离时是冬季。如果没有月球，这个倾角会变得不稳定。在没有大卫星的行星上，自转轴会在几十万年的时间里剧烈摆动。例如，火星的自转轴倾角在过去数百万年里变化剧烈，有时甚至接近0度，有时高达数十度。这种剧烈的变化会导致极端的季节差异和气候巨变。想象一下，今年的夏天可能酷热难耐，明年的冬天可能冰天雪地。在一个气候如此不稳定的世界里，生命很难长期演化。但月球的存在稳定了地球的自转轴。
月球的引力对地球产生了潮汐锁定效应，就像月球永远以同一面朝向地球，它自转周期等于公转周期，地球也受到月球的潮汐影响。这种影响让地球自转轴的摆动幅度大大减小。如果没有月球，地球自转轴的摆动幅度可能会增加10倍甚至更多。这意味着季节变化会更加极端和不可预测，生命难以适应。月球就像一个巨大的稳定器，让地球的气候保持相对稳定。这种稳定性为生命的演化提供了必要的时间窗口。复杂生命需要数亿年的稳定环境才能演化。如果气候每年都在剧烈变化，没有物种能够积累足够的适应性变异。月球的潮汐效应还有一个间接影响，它让地球的一天变得更长。在地球形成初期，一天可能只有6小时左右。随着月球远离地球，地球自转减慢，日子变长。到了恐龙时代，一天约23小时，现在一天是24小时。未来一天会继续变长。这种缓慢的变化给生命足够的时间去适应新的昼夜节律。有趣的是，地球上的生物中，从蓝藻到人类，大多数生物都有约24小时的生理周期，可能与地球的自转周期有关。在地球自转变慢的过程中，生物的生理节律也在缓慢调整。如果地球自转突然变快或变慢，大多数生物可能无法适应。但如果变化足够缓慢，生命可以慢慢调整。月球的远离速度非常缓慢，每年约3.8厘米。按照这个速度，数十亿年后，地球才会变成一天48小时。这个变化足够缓慢，不会对生物造成即时威胁。总结一下月球对地球生命的影响，它创造了潮汐，为海洋生态系统提供了能量和营养交换。它稳定了自转轴，让气候保持温和可预测。它延长了昼夜，为生物提供了稳定的能量输入节律。它还是夜空的明亮光源，影响了夜行生物的行为。没有月球，地球可能仍然是宜居的，但生命的形式可能会大不相同。也许不会有智慧生命，也许不会有我们。下一次，当你看到满月挂在夜空时，请记住，这颗明亮的卫星不仅是夜空的美景，更是地球生命的守护者之一。我们已经讨论了月球对地球的稳定作用，现在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个稳定作用的本质——地球的轴倾角。地球自转轴相对于轨道平面的倾角是23.5度，这个数字我们都知道，但它意味着什么？这个倾角决定了阳光如何照射地球表面。当地球的不同部分倾向于太阳时，那里的季节就是夏季；远离太阳时就是冬季。23.5度看起来是一个很普通的数字，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大或缩小，想象不同的倾角会发生什么？如果地球的轴倾角为0度，会怎样？如果地球自转轴垂直于轨道平面，那么地球就没有季节，每一个地方每天都会经历相同的日照，全年温度变化不大。这听起来可能很舒适，但实际上对于生命来说，这可能是灾难性的。没有季节意味着没有周期性的温度变化。温带地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
可能会变成单调的永恒春天或永恒秋天。虽然温度宜人，但环境多样性大大降低。季节变化还创造了环境压力，推动了物种分化。冬季的寒冷迫使动物演化出毛发、迁徙或冬眠等适应性特征。夏季的酷热让植物演化出不同的叶子形状和根系结构。没有季节，这些适应性特征就没有存在的必要，生命可能会停留在更简单的形式。此外，季节变化还驱动了水循环，季风带来了降雨，滋润了大陆。没有季风，许多地区可能变成永久的沙漠。如果地球的轴倾角太大，会怎样？假设倾角是45度或更大，那么季节差异会极端化。北半球的夏天，太阳会在地平线以上停留很长时间，几乎是永昼。北半球的冬天则是漫长的黑暗和严寒。在这种极端环境下，复杂生命很难存活。只有最简单的微生物也许能在这种环境下苟延残喘，但复杂的生态系统根本不可能形成。倾角为0度，季节消失，生命多样化降低；倾角太大，季节极端化，生命难以存活。地球恰好站在中间，23.5度，既不太小，也不太大。这个倾角产生了温和的季节变化，夏天不太热，冬天不太冷。在大多数地区，四季分明，生物有足够的时间适应环境变化。但这不是故事的结束。地球的轴倾角不只是恰好，它还是超级稳定的。地质记录显示，在过去的数十万年里，地球的轴倾角只在22.1度到24.5度之间摆动，幅度只有2.4度。这种超级稳定性与其他行星相比是惊人的。是什么让地球的轴倾角如此稳定？答案主要是月球。月球的引力对地球产生了潮汐锁定效应，稳定了地球的自转轴。这种效应类似于陀螺仪，旋转的物体倾向于保持其旋转轴的方向。月球的引力抽运地球，增强了这个倾向。如果没有月球，地球的轴倾角可能在数百万年里大幅摆动。这种不稳定性可能严重影响地球的气候，削弱生命的演化潜力。此外，地球的海洋也扮演了稳定器的角色。海水可以流动，重新分布质量，部分抵消轴倾角的变化。陆地上的大型冰盖也起到类似的作用。但月球是最重要的稳定因素，没有它，地球的轴倾角可能变得混乱，生命可能没有足够稳定的环境来演化。另一个有趣的巧合是，地球的轴倾角让夏至和冬至时，太阳直射点恰好落在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上，即北纬23.5度和南纬23.5度。这两个纬度线刚好等于地球的轴倾角。这不是巧合，这是几何。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界定了热带地区太阳可以直射的地区。在赤道南北两侧的热带地区，季节变化最小，日照最充足，生物生产力最高。热带雨林，地球上最繁盛的生态系统主要集中在这一区域。如果没有23.5度的轴倾角，热带的范围和位置可能会完全不同。让我们总结一下地球轴倾角的意义。23.5度产生了温和可预测的季节变化，
为生命提供了多样的环境压力和演化动力。这个倾角被月球稳定在极小的范围内，确保了数十亿年的气候稳定。这个倾角界定了热带地区，为地球上最丰富的生态系统提供了舞台。每一个因素都依赖于其他因素。轴倾角需要月球的稳定，季节变化需要合适的倾角，热带生态系统的繁荣需要恰到好处的能量输入。所有这些条件必须同时满足。这不是一个巧合，这是一系列恰好的组合。我们已经讨论了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月球的稳定作用。现在让我们看看地球内部的结构，那些隐藏在地下深处的生命维持系统。地球是太阳系中唯一拥有活跃板块构造的岩石行星。板块构造是什么？地球的外壳不是一块完整的岩石，而是分成了十几块巨大的板块。这些板块漂浮在炙热的软流圈上，以每年几厘米的速度缓慢移动。板块的边界是地质活动最活跃的地方，在分离边界，岩浆涌出，形成新的地壳，如大西洋中脊；在碰撞边界，板块相互挤压，形成山脉，如喜马拉雅山脉；在俯冲边界，一个板块插入另一个板块下方，滑入地幔，如太平洋火环。板块构造看似是纯地质现象，但它是地球生命维持系统的核心组件之一。首先，板块构造驱动了碳循环。碳是生命的基本元素，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进入生物体，然后通过呼吸和分解返回大气。但这只是碳循环的一部分。更深层的碳循环涉及地质过程。当板块俯冲时，含有碳的岩石被带入地幔，在那里，碳可能被熔岩释放，通过火山活动返回大气。这个地质碳循环是地球气候稳定的关键。在数十万年的时间尺度上，当大气中二氧化碳过多时，全球温度上升，加速了岩石风化和板块俯冲，最终将碳固定在地壳中。当二氧化碳过少时，温度下降，风化减慢，火山活动增加，补充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这是一个自动调节机制，类似于恒温器，它维持着地球气候的长期稳定。没有板块构造，这个自动调节机制可能失效。火星就是一个例子。火星曾经有过液态水和活跃的火山活动，但它的板块构造早已停止。现在，火星的大气稀薄，气候寒冷，没有任何生命迹象。板块构造还创造了多样的地表环境，山脉、高原、盆地、岛屿，这些地形为不同的生态系统提供了栖息地。如果没有板块构造，地球的地表可能会更加平坦和单调。更重要的是，板块构造与地球磁场的产生密切相关。地球磁场是另一个关键的生命维持系统。地球的磁场延伸到太空，形成了一个被称为磁层的保护罩。这个保护罩延伸了数万公里，像一个隐形的盾牌，将太阳风偏转到地球两侧。太阳风是太阳发出的高能带电粒子流，它不断轰击行星的大气层。在没有磁场保护的行星上，如火星，太阳风逐渐剥离了大气层，让行星表面暴露在致命的辐射下。地球的磁场成功地阻挡了太阳风，大气层被保护完好，液态水得以在表面存在。但地球的磁场从何而来？
答案在于地球的内部结构。地球有一个半径约3500公里的液态铁核，这个液态核在外核中产生对流运动，形成了地球发电机。类似于普通的发电机，导电流体的运动产生电流，电流产生磁场，这种磁场被称为偶极磁场，类似于条形磁铁的磁场。它有一个北磁极和一个南磁极，与地理极点大致对齐。地核的温度超过5000摄氏度，压力超过300吉帕。这种极端环境下，铁仍然保持液态，这是地球磁场的关键。如果地核是固态的，就不会产生对流，也就不会有磁场。地核的液态性质依赖于地核与地幔边界的温度梯度，这个梯度由放射性元素衰变产生的热量和地核冷却共同维持。地幔对流也在维持这个温度梯度中发挥作用。冷而密集的岩石沉入地幔深处，热而轻的岩石上升，形成一个持续的循环。板块构造与地幔对流密切相关，俯冲板块将冷的物质带入地幔，加速了内部热量的散失。这个过程维持了地核的冷却，驱动了地球发电机的运转。换句话说，没有板块构造，地球的磁场可能也会减弱或消失。这是一个连锁反应。板块构造维持了地幔对流，地幔对流维持了地核冷却，地核冷却驱动了地球发电机，地球发电机产生了保护大气的磁场。如果这个链条中的任何一环断裂，地球可能会变成另一个火星。火星的内部已经冷却，核心凝固，发电机停止，磁场消失。没有了磁场的保护，太阳风剥离了火星的大气，蒸发了表面的水。火星从一颗可能宜居的行星，变成了今天荒凉的沙漠世界。地球的核心仍然炙热，板块构造仍然活跃，磁场仍然强大，但这一切都不是永恒的。在遥远的未来，数十亿年后，地球的核心可能会凝固，磁场可能会消失，生命可能无法继续，但那是遥远的未来。目前，我们生活在一个完美运转的生命机器上。地球的板块构造、磁场、液态核，这些条件相互关联，却都恰好处于让生命持续存在的甜蜜点。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已经足够令人惊叹。当它们共同作用时，它们创造了一个让复杂生命演化数十亿年的环境。这不是运气，这是物理和化学的必然结果吗？还是纯粹的巧合？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也许我们应该问的不是为什么地球如此完美，而是我们如何才能保护这个完美的星球。我们已经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宇宙的恰好、大爆炸的失衡、暴胀的精确、宜居带的位置、月球的稳定、磁场的保护，但所有这些讨论都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宇宙的这些参数恰好允许生命存在？一种可能的答案是，它们不是恰好，而是统计必然。这种观点的核心思想来自量子力学的一种诠释——多世界诠释。在量子力学中，测量会坍缩波函数，确定系统的状态，但多世界诠释反对这种探索。他认为，每一次量子测量都会导致宇宙分裂成多个分支，在每一个分支中，测量的结果都不同，
但都是真实的。这个观点最早由休埃弗里特在1957年提出，在他看来，量子力学的波函数永远不会坍缩，它只是在不断分支，产生无数个平行宇宙。在每一个宇宙中，量子事件的结果都不同。你在某个宇宙中翻到了硬币的正面，在另一个宇宙中翻到了反面。两个你都是真实的，只是你们再也无法交流。如果多世界诠释是正确的，那么宇宙的数量是无限的，每一个可能的量子结果都对应着一个真实的宇宙分支。在这种无限宇宙的背景下，恰好可以被重新解释。想象你买了一张彩票，中奖概率是1000万分之一。如果你买足够多的彩票，理论上你会中奖，即使每张单独的中奖概率极低。现在把这个思想应用到宇宙的参数上，如果存在无限多个宇宙，每个宇宙有不同的物理常数，那么在这些宇宙中，总会有一些宇宙的参数恰好允许生命存在，而我们恰好生活在这样一个宇宙中。这不是奇迹，这只是统计学的必然。在足够大的样本中，任何小概率事件都会发生。多世界诠释还有另一个版本，涉及暴胀理论。暴胀理论预测，宇宙可能以永恒暴胀的方式演化。在这个图景中，暴胀在某些区域永远不会停止，而在其他区域会停止并形成口袋宇宙。我们的可观测宇宙只是无数个口袋宇宙中的一个，在每一个口袋宇宙中，暴胀停止的方式可能不同，产生的物理常数也可能不同。如果永恒暴胀是真的，那么宇宙的物理常数不是固定的，它们在不同的口袋宇宙中取不同的值。我们的宇宙只是众多可能宇宙中的一个样本。在这种图景下，宇宙的恰好再次被解释为统计必然。但这里有一个哲学陷阱，我们无法与平行宇宙中的其他自己比较生存概率，我们只是恰好存在于允许我们存在的那个宇宙中，别无选择。换句话说，多世界诠释或多宇宙假说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宇宙是现在这个样子，它只是把为什么这个问题推到了更高的层面。为什么存在这些平行宇宙？为什么暴胀会产生多样性的常数？这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此外，多世界诠释和多宇宙假说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它们无法被直接验证。我们无法观测其他宇宙，无法与平行宇宙中的自己交流，我们甚至无法知道这些宇宙是否真实存在。在科学哲学中，有一个被称为奥卡姆剃刀的原则。如果两个理论能解释同样的现象，我们应该选择更简单的那个。而多宇宙假说通常被认为是不必要的复杂。批评者认为，多宇宙假说是一个悲观主义的理论，它放弃了寻找为什么的努力，而是简单地宣称我们的宇宙只是众多宇宙中的一个。但支持者认为，多宇宙假说是自然主义的必然推论。如果量子力学或暴胀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多宇宙似乎不可避免。无论如何，多世界诠释和多宇宙假说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它们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恰好可能不是宇宙的特殊照顾，而是统计学的必然。在无限的可能性中，
总会有一些导致生命的参数组合，而我们恰好是那个组合的产物。也许这才是真相，但即使这是真相，它也不减损我们的存在本身的奇迹。因为无论如何，我们仍然存在，我们仍然能够思考这些问题，而这种思考本身就是宇宙中最美妙的巧合之一。我们已经讨论了多世界理论和多重宇宙假说，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一个相关的概念——人则原理。人则原理是宇宙学中一个深刻而有趣的概念。它指出，我们观察到的宇宙必须允许观察者的存在，否则就不会有任何观察者来问这个问题。这个原理看似简单，甚至有些同义反复，但它的深层含义让许多物理学家和哲学家着迷。让我们从最简单的版本开始：若人则原理。若人则原理的基本思想是，我们对宇宙的观测必然受到观察者存在条件的限制。例如，当我们观察恒星的光谱时，我们能够看到那些能够形成行星系统的恒星，因为只有这样的恒星附近才可能存在我们这样的观察者。换句话说，我们观察到的宇宙部分必须至少允许观察者存在。这不是深奥的物理学，只是基本的逻辑。这个原理可以用来解释一些看似巧合的宇宙参数。例如，宇宙的年龄必须足够长，以便恒星能够形成，行星能够演化，生命能够出现。如果宇宙只有几百万岁，就不会有足够的时间让复杂的化学过程发生。类似地、星系的分布、恒星的类型，它们都与观察者的存在条件有关。但若人则原理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宇宙参数恰好是这个值，它只是提醒我们，在解释这些参数时，必须考虑观察者选择效应。现在，让我们考虑更强的版本——强人则原理。强人则原理认为，宇宙必须具有能够产生生命的性质。换句话说，宇宙的定律和参数被设计成允许生命存在。这个表述更加激进，它暗示宇宙的存在有某种目的或意图。强人则原理在宗教和哲学讨论中经常被引用，它被用来支持宇宙设计论或作为目的论宇宙观的证据。但强人则原理在科学界存在争议，批评者认为它超出了科学的范畴，因为它假设了无法观测或验证的设计或目的。此外，强人则原理面临一个被称为特摄性反驳的问题：如果宇宙的定律必须允许生命，那么有多少种不同的定律组合能够产生生命？如果答案是很多，那么我们观察到的特定定律组合就不需要解释。换句话说，也许生命能够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存在，我们的宇宙只是众多可能选项之一。强人则原理并没有缩小可能性空间，还有更强版本的尝试，比如参与性人则原理。参与性人则原理由物理学家约翰·惠勒提出，他基于量子力学的一个原理：观察者的行为会影响被观察系统的状态。惠勒认为，宇宙的演化可能依赖于观察者的存在，没有观察者的宇宙与有观察者的宇宙可能有不同的演化方式。这个观点与量子力学的测量问题密切相关。在量子力学中，观察者的测量行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物理实在。
但惠勒将这个观点推到了极致，暗示观察者不仅是宇宙历史的读者，也是宇宙历史的共同创作者。用惠勒的话说，宇宙可能是一个自参量的系统，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共同决定了宇宙的性质。这种观点在某些量子宇宙学理论中有所呼应，例如在惠勒德威特方程中，宇宙的波函数可能依赖于观察者的测量，但参与性人则原理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观点，它模糊了物理实在和观察者之间的界限，引发了许多哲学讨论。让我们回到最初的观察，人则原理迫使我们区分两个问题：为什么宇宙适合生命，和为什么我们恰好在适合生命的宇宙中。前者是关于宇宙性质的科学问题，后者是关于观察者选择的逻辑问题。这两个问题经常被混为一谈。当我们惊叹于宇宙的恰好时，我们可能是在问第一个问题，但人则原理提醒我们，也应该考虑第二个问题。也许宇宙不是恰好适合生命，也许只是我们在恰好适合生命的宇宙中提出这个问题。无论哪种情况，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现象，而人则原理只是提醒我们不要忽视这种解释的可能性。更强的人则原理版本认为，宇宙的常数可能不是固定的，而是自我选择的。这种观点来自量子宇宙学。在量子宇宙学中，宇宙的波函数可能对所有可能的常数求和，允许观察者存在的常数组合会有更高的概率，因为只有这样的组合才能产生观察者来测量它们。这是一种奇特的自我一致性要求，宇宙常数必须允许观察者的存在，而观察者的存在依赖于这些常数。但这种自我一致性是否真的能够选择常数，还是仅仅是对常数施加了一个边界条件，目前仍有争议。无论如何，人则原理已经深刻影响了现代宇宙学和物理学的发展。它提醒我们，宇宙的观测者可能对宇宙的认知有重要影响。我们看到的宇宙可能部分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存在条件。这不是一个虚无主义的结论，而是一个提醒。在探索宇宙奥秘时，我们应该始终考虑观察者角色的影响。我们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旅程，从宇宙的暴胀到暗物质的谜团，从宜居带的精密到月球的守护，从板块构造到磁场保护，从多世界理论到人则原理。现在我们来到了旅程的终点，但终点也是新旅程的起点。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探讨的核心问题：宇宙的这些巧合究竟是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统计概率的幸运，还是某种更深层宇宙法则的体现？这个问题的答案目前仍然悬而未决。我们不知道宇宙为什么有这些定律，而不是其他定律。我们不知道物理常数为什么恰好是这些值。我们不知道生命是否普遍存在，还是宇宙中的孤独奇迹。我们不知道宇宙是否唯一，还是无限多重宇宙中的一个。但尽管有这么多未知，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能够问这些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想一想，我们是由原子组成的生物，数十亿年的演化让我们拥有了大脑，
大脑让我们能够思考宇宙的本质，我们能够理解相对论，能够解开量子力学的奥秘，能够计算宇宙的年龄和结构。这难道不是宇宙中最令人惊叹的事情吗？宇宙产生了一种能够理解宇宙的生命形式，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否暗示宇宙的演化有某种内在的目的或方向？也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提问方式。也许宇宙不需要有目的，也许意识的出现只是宇宙演化中一个偶然的副产物。但即使这是真相，它也不减损我们存在的意义，因为无论如何，我们存在，我们思考，我们追问，而这种追问本身，可能就是宇宙存在的最好证明。卡尔·萨根曾说，我们是宇宙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句话简洁而深刻。我们不只是宇宙的被动观察者，我们是宇宙自我理解的器官。宇宙通过我们的眼睛看着自己，通过我们的大脑思考着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存在赋予了宇宙某种意义，即使这种意义是我们自己赋予的。想象一个宇宙，其中没有任何生命存在，那里有恒星，有星系，有行星，但没有任何观察者去记录它们。它们存在，但它们的存在没有被意识到。现在想象另一个宇宙，其中诞生了意识，意识观察着宇宙，思考着宇宙，理解着宇宙。这两个宇宙有什么区别？从物理上说，它们可能完全相同，但从意义上说，它们天壤之别。第二个宇宙因为有了观察者而完整了，观察者的存在给了宇宙一种被理解的可能性。也许这就是我们存在的终极意义，让宇宙变得有意义，不是因为宇宙本身有意义，而是因为我们的存在让宇宙变得有意义。当我们仰望星空时，我们不只是看到了遥远的光点，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我们身体中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那些闪烁的恒星。我们与宇宙的联系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深刻。宇宙不是外在的陌生的存在，它是我们自己的延伸。我们是宇宙试图理解自己的一种方式。所以无论宇宙的巧合是必然、运气还是设计，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奇迹。下一次当你抬头看星空时，请记住，你正在见证宇宙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它成功地创造了一种能够理解自己的生命形式，而你就是那个生命形式的一部分。这就是所有巧合的终极意义。我们走过了这段漫长的旅程，从宇宙的开端到地球的演化，从宏观的结构到微观的常数，从科学的发现到哲学的追问。一路上，我们遇到了许多恰好宇宙大爆炸后的物质，反物质失衡暴胀的精确时机，暗物质的看不见支架，物理常数的微妙平衡，宜居带的甜蜜位置，月球的稳定守护，地球内部的持续运转。这些恰好让我们惊叹，让我们困惑，也让我们思考。它们是自然规律的必然结果吗？它们是统计概率的幸运产物吗？还是某种更深层宇宙法则的体现？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确切的答案，但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礼物，因为它让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存在，让我们探索宇宙的奥秘，让我们意识到
我们与这个浩瀚宇宙的联系。我们是由星辰构成的生物，我们是宇宙认识自己的眼睛，我们是宇宙漫长演化史中的最新篇章。无论未来会发现什么，无论科学会解答多少谜题，有一件事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一个跨越138亿年，经历无数巧合和变迁的奇迹，一个由原子组成却能思考宇宙的奇迹，一个渺小而伟大的奇迹。感谢你与我一起踏上这段旅程，愿你的夜晚平静，愿你的梦乡安宁。在星光下，我们都是宇宙的孩子。